这是一份来自公元3026年的文明修复档案。1959年，中国南方有大约4000只华南虎，40年后，野外确认数量0。这是21世纪发生过的最快物种清除之一。华南虎、厦门虎、中国虎，英文档案里它被称为 South China Tiger、Amoy Tiger、Shaman Tiger、Chinese Tiger， 一个物种至少7个称呼，仿佛每个名字都是一次试图抓住它的努力。其中 Amoy 这个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，它不是现代英语，它来自闽南语对厦门的发音，是17世纪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留下的音译。这个词后来被写进了它的学名 Amoyensis， 一个物种的科学命名嵌入了一段殖民时期的语言化石。但真正让我们停下来的不是它的名字，而是一组数据。基因分析显示，华南虎可能是所有虎亚种中最古老的一只，最基部的谱系，也就是说，所有其他老虎、孟加拉虎、西伯利亚虎、苏门答腊虎可能都从它这里分化出去。最古老的虎，虎属的起源。然而它的命运是所有虎亚种中最惨烈的。20世纪50年代的记录显示，中国南方的森林里大约还有4000只华南虎，分布在福建、广东、湖南、江西等省份的山地丛林中。它是这片土地上的顶级捕食者。1959年，一切发生了转折。当时的中国政府将华南虎列为害兽。档案中的原文是这个词：害兽，一个需要被消灭的物种。随后发动了大规模的猎杀运动，猎人们带着枪进入山林，有组织的围猎，有奖励的捕杀，虎皮和虎骨可以出售。打死一只老虎是功劳，不是罪过。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，野外种群已经崩溃，残存数量可能只剩下30到80只。但即便在那个时候，猎杀仍未完全停止。到90年代末，最后一批可确认的野外目击记录消失了，此后再没有经过验证的野外影像。一个存在了数百万年的谱系，在40年内从4000归零。IUCN 将华南虎列为极危 （critically endangered）， 备注中加了一句可能在野外以功能性灭绝。功能性灭绝的意思是，也许还有，但已经不可能自我维持种群了。然后我们在档案中发现了一件事，它发生在2007年。一个叫周正龙的陕西农民声称在野外拍到了华南虎的照片，消息引发了全国轰动，照片被官方引用，被媒体传播，有人欢呼华南虎还在。但随后互联网上的调查者开始比对细节，最终证实照片中的老虎是一张年画，一个纸板印刷品。这件事在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一个标志性丑闻。但从1000年后的角度看，我们关注的不是造假本身，而是造假背后的心理。他们太想找到一只了。一个物种对另一个物种的渴望，大到可以让整个国家相信一张假照片。圈养的华南虎还存在，大约150到200只，分散在中国各地的动物园和繁育中心。但有一个数字让我们沉默了很久，所有这些虎全部来自6只奠基者，6只，150只后代共享6只祖先的基因，这意味着极度低下的遗传多样性，近亲繁殖不可避免，免疫缺陷累积，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更脆弱。有人尝试过另一条路，一个叫权力的中国女性在南非发起了一个项目，拯救中国虎。把圈养华南虎送到南非的私人保护区，让他们在开阔的草原上重新学习捕猎。这个项目充满争议，有人质疑它的科学性，有人质疑资金的流向。而最根本的问题是，一只在动物园里出生的虎能学会在野外生存吗？一片中国南方的森林还能容纳它们回来吗？结果是有限的。我们在梳理这份档案时，注意到一个时间线的对称。1959年，人类宣布它是害兽，
要消灭它。1977年，人类宣布它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，要拯救它。同一个物种对同一只虎在18年里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定，但为时已晚，保护令来得太迟，栖息地已经被农田和公路切割成碎片，猎枪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。华南虎的原生栖息地福建、广东、湖南、江西的亚热带山地森林曾经是它的王国，现在那些森林里有公路、水电站、村庄，虎的痕迹早已被抹去，只剩下地名里偶尔出现的虎字，提醒着曾经有什么在这里走过。他们先把它当害兽猎杀，然后像找鬼一样在森林里搜寻它的踪迹。一张假照片就能让全国沸腾，因为他们太想它还在了，但它已经不在了。1000年后回头看，最让我们感到矛盾的不是它灭绝了，而是它是最古老的虎，所有虎的可能起点，被它自己的故土第一个抹杀。它有那么多名字，华南虎、厦门虎、中国虎、Amoy Tiger， 但最后一个属于它的名字可能是幽灵。如果你正生活在那个年代，也许你所在城市的某个山头曾经有一只走过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它也不会再回来了。这可能是人类做过的最矛盾的事，亲手消灭一个物种，然后花几十年去证明它还活着。